本期视频是超鬼王的攻略加上吐槽啊。视频的前面呢给大家放攻略，后面呢给大家放一些槽点的吐槽。然后呢，我先发一个免责声明啊，本期攻略呢适用于体服，如果体服时装到正式服的时候没有任何更改啊，那么你正式服就可以用。如果有更改呢，大家到时候正式服举一反三一下啊。我就把鬼王的难度按照以前的1、2、3、4、5、6星来说明了啊，就不按照这个新说法了，这新说法太拗口了。我首先跟大家说一下4星以及4星以下鬼王一波清的通用阵容。这一次你如果想要4星以及4星以下鬼王一波清，你需要 SP 元节神、伊邪那美、丑时之女这3个呢基本上是固定的啊，我个人不建议大家替代这3个，因为上了这3只式神呢啊，你基本上才能稳定把4星一波清掉。你如果非得要用下位替代，比方说 SP 元节神换 SSR 元节神，伊邪那美换青姬或者雪女，然后丑时之女换 SP 花鸟卷呢，都有可能出现4星一波带不走的情况啊！有了这3个铁三角之后呢，我们第4只式神就用当日的特攻式神。就比方说，我们第1天的最佳选择是天照啊，没有天照呢，用天狗代替；第2天的最佳选择呢是月读啊，没有月读呢，用敬天玉藻前代替，以此类推。可能这个时候就有小伙伴问了，我可不可以全程都用孔雀明王，不用特攻式神呢？根据我的实验啊，孔雀明王的整体队伍输出呢，大概是特攻式神的8成到9成左右啊。所以如果上孔雀明王有可能会出现4星一波带不走的情况，我个人建议大家能上特攻式神还是上特攻式神啊。最后第5个位置上最适合特攻式神的打火机即可。就比方说我今天临录御前特攻啊，我就上最适合他的千机作为打火机。我昨天是月读特攻啊，那么千机和月读就会冲突，所以把打火机换成 SP 追月神啊什么的啊。总而言之，大家举一反三一下。说了那么多，我们来打一场实战。这一场实战呢是第2天的月读特攻啊，然后打的是4星的超鬼王妖刀姬。然后呢，这边为了让月读把虚假之月放出来，我没有上千机，打火机用的是追月神啊。很多小伙伴说，月读如果不放虚假之月，还能有自拉条效果的。但是自拉条效果实测下来，没有这个虚假之月的无视防御效果好，所以这边月读我还是给他换了个追月神作为打火机啊。看见没有？还剩1分钟，对面的小怪就被我清完了。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用 SP 花鸟卷的话， SP 花鸟卷就会变成0收益了，所以我才建议大家用丑时之女啊。来，还有10多秒，10多秒，来，还剩6秒的时候把妖刀姬给带走了。总而言之，只要你用了元、美、丑，再加上特攻式神，再加上最适合特攻式神的打火机，4星超鬼王一波带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。不过呢，用这个阵容有几个需要注意的点。第一个点，特攻式神的攻击力一定要最高啊，好让伊邪那美开局可以清你一头。第2点啊，绿标还是要标一下特攻式神的，如果不绿标特攻式神，元节神会把这个2技能给清明啊，这个是非常的难受的。不过这个阵容也不是所有的4星鬼王都能一波带走啊，我给大家举几个比较阴间的4星鬼王的例子。第一个阴间的4星啊，4星的九吞童子，4星的九吞童子抵抗高的一批的同时啊，你只要拉条，他就会给自己疯狂的自拉条，而且他还带轮入道，他轮入道一波呢，他的那个普攻的动画又贼慢，4星九吞童子基本上不可能一波带走。第2个4星的慈木童子啊，4星的慈木童子，如果你没有伊邪那美的话，那你基本上就玩不了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4星的慈木童子它是带符血的啊，你用轻击是不行的啊，所以4星的慈木童子对于没有伊邪那美的玩家来说也比较阴间。然后第3个是4星的白藏主，4星的白藏主开局会偷掉你的特攻式神的御魂啊，所以4星的白藏主也无法一波带走啊，大家注意这3点就完事儿啦。说完4星，我们来说5星啊。5星呢，基本上保证2到3波普通追击带走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只要不是那种非常阴间的5星。
五星像这样配，很简单，只要把上面的丑十字女给它换成寻香型就完事了。寻香型我这边给它带的是一念火啊，然后你得保证寻香型的攻击力比你的特工式神攻击力要低。我在这里依然是给大家放一段录屏啊，开的是普通追击，没有开强力追击。这是我第一天的录屏，也就是天照和天狗是特工的那一天，我专门上了更加弱的天狗来给大家打一场看一看啊。在寻香型的破防能力加持下，小怪的血量掉的是很快的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？而寻香型你就一直开妖术就可以了。这次香妃终于是找到自己的就业岗位了啊，还剩1分钟，这边小怪已经快被我刮完了。打到最后呢，我是一波普通追击，把对面打的只剩下主怪和一个大小怪了。然后你用这个点中点的拔萝卜阵容呢，把对面的5星超鬼王一波拔掉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呢，用了我这个方法呢，5星超鬼王在普通追击的情况下，2波到3波以内带走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当然，拔萝卜呢，你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比方说，你第一天须佐可以用小山峰代替，第2天须佐可以用慈木代替啊。总而言之，以此类推。那5星的鬼王中有没有黑名单呢？那当然是有的。我在这里给大家逐个介绍一下，我个人认为5星中比较恶心的啊，首当其冲的最恶心的服饰轻型灯。服饰轻型灯呢，它有妒火 buff 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使用相同技能啊，下一次使用该技能呢，使用的鬼火增加1点啊，就一直增加，一直增加。我个人打5星轻型灯的打法呢，是上2个打火机啊，这个大家可以稍微参考一下。除了上2个打火机以外，还有另外一种压液的打法啊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账号自行调配。5星玉藻前啊，也无法用常规的阵容来打，因为玉藻前自带雨屏障。最传统的打法就是鹿丸献祭流啊。当然，如果你比方说第一天红叶有特工加持的情况下，也可以用红叶压天狗流啊，这个比鹿丸献祭流打的要更快一点。5星八岐大蛇死战还带木魅啊。很多小伙伴说打5星的八岐大蛇呢，你可以用独眼小僧把对面给弹死，但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。我个人觉得你上一个花鸟卷加上避世天，然后蛇魔死掉的时候呢，大蛇基本上就死掉了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打5星大蛇的时候，打火机一定要用那个阴帆辉夜姬啊，不要用追月神和天机，因为对面是带木魅的。至于6星的打法，其实和5星是差不多的啊。6星呢，清小怪依然是用元美，然后寻，然后特工式神加上打火机的阵容。当然，6星里面如果你遇见的非常棘手的小怪呢，我个人建议大家先用拔萝卜把小怪给拔掉啊。何为非常棘手的小怪呢？须佐之男6星里面有一只奶切非常棘手，优先拔掉。6星炎灵里有一个赤影妖刀姬输出非常高，优先把赤影妖刀姬拔掉。然后我看一下啊，御苑菠萝里有2个很棘手的小怪，一个是凤凰火，还有一个是隐恶，我推荐优先先把它拔掉。以上我说的这几个6星鬼王呢，它只是部分小怪比较棘手，还不算特别阴间。6星里最阴间的有2个啊，我个人建议你们千万不要单打独斗，一个是月毒，还有一个是神舵八岐大蛇，这2个能打得你心态爆炸。其中月毒会先机放一个可以抵挡25次伤害的虚假之月，它有较大概率能让月毒获得免伤效果啊。其次，月毒只要攻击你啊，它就会偷取你大量暴击，月毒会让你的场上式神疯狂的出白字啊。如果说月毒老师只是拖你的时间来恶心你，那 SP 神蛇更是重量级。神蛇啊，你要优先先把它的几把剑给它拆掉，如果不拆掉的话，根本对神蛇打不出伤害。那你把它拆掉之后的神蛇的攻击力会变得特别高，会直接把你给秒掉。那咋办嘛啊？那我使用的方法是，前期拆那个大宝剑的时候呢，就用这一套阵容没啥问题啊。然后后期拔萝卜的时候，
你只能牺牲掉一个帝释天啊，来一个一目连保护一下了啊，这就是比较常规的方法。但是我昨天直播的时候研究了一下，我发现你可以不用牺牲帝释天，你输出式神直接用苍风一目连就完事了啊。首先我们可以给帝释天带一个棒金扛住第一波，然后扛住第一波之后，苍风一目连立刻高速套盾，套完盾之后一直用3技能，3技能可以补盾啊。然后在这样的加持下，这一个套娃很快就把8岐大蛇给带走了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。以上就是本次超鬼王的一个大致攻略了啊。总而言之，你们按照我这个思路去玩超鬼王呢，基本上能适配大部分的情况了啊。那么说完攻略，我要来吐槽一下这一次超鬼王。这一次的超鬼王简直是我玩过的最差的一次超鬼王。先从剧情方面来说啊，这一段剧情呢，玉曲居然直接把我母亲葛叶的断尾展示在了我的面前。按理来说，我勤民守护平安京啊，兢兢业业7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你这突然出现一个女海盗，然后呢，把我母亲的身体的一部分给展示在我面前，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，对于秦民来说，是否有那么一点过分呢？啊，这是第一个剧情的吐槽。第二个，这一次的超鬼王根本不像原来的超鬼王。原来的超鬼王，我们干完好友的50只之后，我们是可以3倍喝茶，3倍继续干的。但是这一次，我们每天只能限制50只。限制50只，这个我先不吐槽了，主要是这个奖励砍的实在是太过分了。我现在单吃好友的6星鬼王，你们猜猜我能获得多少积分啊？我吃满一整只6星鬼王是204599积分，但是我现在单吃一只只有73528，也就是说我单吃一只6星还没有吃一只自己发现的5星的超鬼王的积分高。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？啊？这一次官方他不是说发现者的积分会变得更多嘛啊？那么如果你把你发现的6星鬼王交给你好朋友单吃，你好朋友会获得73000多的积分，而你自己只能获得2万多的积分啊。也就是说，原本总分20万的积分，如果交给朋友吃的话，那么你和你的好朋友的总分数加起来连10万都不到。第三点就是氪金项目太多了，香金赏鬼令6块钱一张，每天限购20次。纯金赏鬼令10块钱一张啊，这价格还会随着购买而提高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拍卖的这个赏鬼令，拍卖的赏鬼令呢，它价格会随着时间而降低，但是它是有库存的啊。这个库存呢，反正它的意思就是先到先得啊。总而言之，这一次的超鬼王，我个人不是很满意啊，不知道到了正式服它会不会优化。但就算再不满意呢，攻略还是给大家做了。我个人觉得这一期攻略做的还算比较清晰了吧？啊，老是吐槽我的攻略不好用，但我觉得这一期的攻略应该对你来说还是有用的啊。不管怎么样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最后祝大家欧气满满，身体健康，再见。